现在有请新月集团总裁李新月女士敲响上市钟声。慢着，唐凯，你跑来干什么？这是你能上来的地方吗？赶紧给我滚下去！弄脏了地毯，你赔得起吗？我宣布罢免李新月集团总裁之位，即刻生效。这不是李总的那个废物老公吗？他哪来的权利？八成是看老婆发达了，想钱想的失心疯了。唐凯，你发什么神经？保安，还把他给我轰出去！另外，我再次宣布，唐氏集团撤销对新月集团100亿元的投资，立即生效。唐先生，您在新月集团没有任何职位，凭什么大放厥词罢免李总？因为我就是唐氏集团总裁。你说什么？爸爸，那条项链好美啊，妈妈戴上一定很好看。可惜没有儿童款，不然小念就能和妈妈戴一样的项链了。唐总，您对李总和念小姐真好，定制这么精致的母女项链，李总和念小姐收到肯定很感动。新月和小念对我的好，不比我对他娘俩的少。可是自从念小姐上学来，李总一次都没来接过。新月忙着新月集团上市的事儿，接孩子的事儿我来就行了。对了，唐总，这10年来您暗中用唐氏集团的资源推举新月集团，更是给新月集团注入100亿资金，助其上市。您决定什么时候跟李总公布身份？10年前，为了不让我唐氏集团总裁的身份给新月压力，我隐去身份，入赘李家。10年过去，新月集团明日便要上市，也该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了。今晚吧，今晚给小念过生日，我给他们娘俩一个惊喜。10年了，也该让他们知道，我不是只会做饭洗衣服的家庭主妇。新月，爸爸妈妈，妈妈，今天老师夸我画画好看，还给我发了朵小红花。珠儿真棒，想要什么奖励，妈妈给你买。你就惯着她吧，你看把她宠的，都快上天了。我的女儿，我乐意宠着，怎么了？爸爸。咦，爸爸，那是曼曼吗？她也来接我了。她不是妈妈。小念，你看错了。哎，爸爸，项链，我们在商场看到的那个。一大一小母女款。爸爸，这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吗？我太喜欢了，等晚上妈妈回来，她看到了一定也喜欢。她戴上肯定像个公主。走吧，念念。今天是宝贝生日，爸爸妈妈今晚带你去吃大餐。好耶，谢谢妈咪。走吧，念念，我们回家。爸爸妈妈回来了吗？应该快回来了，我给妈妈打个电话。妈妈在公司忙，要不咱们先吃饭吧？我要等妈妈回来。李新月，帮我查一查李新月今晚在哪儿，干了什么？唐总，查李总，她可是您妻子，您查。是。别走了，今晚陪我。行了，这都2点了，我得回去，不然被他发现什么就不好了。他就是个吃软饭的，怕他干嘛？怕他？明天就是公司上市的日子，我是怕闹出什么幺蛾子影响上市。好吧，我就再忍1天。等公司上市，我立刻让他滚蛋。再忍一忍，快了。我先走了，你照顾好珠儿。这么晚了还不睡，坐这干嘛？今天的应酬累死我了。唐凯，你发什么神经？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家里不能抽烟，你看看这满地都是，你想把房子点了吗？我每天在外面累死累活，回来还要给你收拾烂摊子。这10年，你除了让我失望，
还能干什么？失望？你哑巴了？我问你话呢，说话呀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新月，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什么日子？你生日，还是咱们10周年结婚纪念日？唐凯，你能不能别天天整这些没用的？我脑子里装的是公司上市的事情，不是你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你想干嘛？今天是你咪女儿8岁的生日，她等了你1晚上。什么？生日？行了，我公司忙忘了。小念那么懂事，明天我给她补个礼物，她不会生气的。你……好了，我累了，先去洗澡了。李新月，你可以看不上我，但是念念也是你的孩子，是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。唐凯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是忘记了念念的生日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要不是你没用，我用得着这么晚去见客户？我用得着天天不着家？我用得着在外面累死累活吗？有空在这阴阳怪气，不如拿镜子好好照照你自己。我没用。李新月，如果不是我，新月集团根本不可能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，更不可能在明天敲钟上市。李新月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唐总，调查结果发您了。通知下去，撤回。爸爸，妈妈给我送手镯了，还亲了我一下。妈妈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唐总，撤回什么？没什么。李新月，如果你能够抑制满念念，让她快乐长大，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机会。对，妈妈一直很爱你。走吧，今天妈妈公司上市，我带你过去。好耶！如果时间能永远停在这一刻就好了。小念开心，他至少表面上也是关心小念的。看见没？那就是李总家养了10年的赘婿，听说在家洗了10年衣服，做了10年饭。现在李总公司要上市了，这软饭男可算是熬出头了，后半辈子躺着数钱。所以说啊，咱拼死拼活干事业，不如人家不要脸。我李家的女婿，还轮不到你俩来评头论足。唐凯这10年怎么对我女儿和孙女的，我比你们清楚。就是，没有唐凯，这个家早散了。你们懂什么？小凯，别往心里去。妈知道，这个家最辛苦的是你。爸妈，我没事。看来爸妈还不知道新月出轨的事。小念呢？今天人多，别让她乱跑。在那儿呢，和小朋友。你松开！这是我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，你不能抢！这是我的银镯子，你个小偷！你松手会弄坏的！我就不！妈妈，他推我，姐姐推我，爸爸，我没有推他，是他抢我镯子。是你推我，你还动我的手镯。珠儿不哭，爸爸教过你的，受了委屈要怎么办？他推我，那是我的镯子，是妈妈买项链送的。没错，项链我在展柜见过，正品价值300万。那手镯是项链的赠品。小念，别闹，把手镯还给妹妹。小念，妈妈，我没闹，是他抢我镯子。把镯子还给妹妹。
妈妈知道你只是太喜欢这个款式了，回头妈妈给你买个一模一样的，好吗？妈妈，你忘了吗？这是你早上送我的生日礼物。新月，今天来的可都是投资人和媒体，孩子不懂事儿，外人可不管这些。这要是传出去，说李总的女儿手脚不干净，会影响公司上市的。别瞎说，妈妈什么时候给你送过镯子了？年纪这么小你就学会撒谎偷东西了，拿来！妈妈别讲，妈妈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我以为忍能让小念有个完整的家，可现在她流的泪比我还多。李新月，你不配做她妈妈！闭嘴，给我拿来！你，李新月，你够了！唐凯，你反了天了，敢吼我？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小小年纪就撒谎偷东西，我教育她，你有什么资格来？我教的女儿至少诚实善良，不像某些人虚伪自私，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要当众羞辱。我羞辱她，我养了她8年，给她吃穿，让她上最好的学校。你呢？你为这个家贡献过1分钱吗？一个赘婿也敢跟李总吆五喝六，不知天高地厚。都把李小姐教得这么没教养，小小年纪就偷东西，像话吗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我看这唐凯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够了！李新月，唐凯是你丈夫，你这样说他，你还是人吗？我不是人，爸。这8年来，是我忙前忙后赚钱养家，是我将新月集团从一个2、3个人的小公司带到了上市公司，是我让他俩不愁吃不愁穿，还住着豪华大别墅。你说我不是人？他唐凯要是有点能力，犯得着我一个女人在外累死累活吗？你放屁！你的启动资金都不用说了。李新月，你说今天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，那我就让你看看，没有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通知下去，新月集团的注资流程暂停。暂停注资，好大的口气！你以为你是谁？唐氏集团的董事长啊？没错，我就是。你说什么？唐氏集团的董事长？唐氏集团的董事长什么身份？你又是什么身份？你要是唐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我就是咱大夏首富。就是，我见过唐氏集团董事长，人家都60多岁了，你要冒充也得先打好草稿吧？真不怕在这儿出洋相吗？唐凯，我以为你只是个没用的废物，但没想到你还是一个不要脸的废物。我知道你死要面子，想在这个场合哗众取宠得到我的重视，但你也不能冒充唐氏集团董事长啊，人家是你能冒充的吗？你天天在家洗衣服做饭，大概不知道唐氏集团今天也派了代表来参加敲钟仪式的，你是不是董事长？等下人家来了便知道。趁现在他们还没到，赶紧带着你这偷东西的女儿滚蛋！就是，赶紧滚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对，别影响李总公司上市的吉时。好啊，我看他们有没有种，敢要我滚！快点儿！快点儿！快点儿！再开快点儿！徐总，只不过是新月集团的一个上市敲钟仪式。咱唐氏集团旗下上市的公司几百家，以前有公司敲钟，也没见您急成这样啊！你懂个屁！他们能跟新月集团比吗？新月集团可是咱唐董亲自点名投资的项目，据说今天唐董也会亲临现场。我要是迟到了，我这投资总监的位子还要不要做了？可是徐总，唐董继任的时候就只发了1封邮件，连张照片都没留。这10年来，更是一次都没在公司露过面。就算唐董今天真在现场，您能认得出来是谁吗？认不出来也得去。
毕竟是咱们董事长，那气场、那气质，肯定鹤立鸡群，跟一般人不一样。少废话，快点开，来不及了。唐氏集团投资总监徐文强到。唐凯，唐氏集团的人来了，我看你这个谎还怎么编下去？徐总，您可算到了。李总，恭喜恭喜啊！今天可是新月集团上市的大日子。同喜同喜，这都仰仗唐氏集团的鼎力支持。徐总，里边请。徐总，您来的正是时候。咱们这儿好好的敲钟仪式，竟然跑进来一个不知死活的神经病，公然冒充唐氏集团的董事长。什么？冒充唐氏集团的董事长？反了天了！谁给的狗胆？喏，就是他在大放厥词，说他是唐董，还嚷嚷着要暂停对新月集团的100亿注资。虽然没见过唐董，但听公司高层说唐董德高望重，杀伐果断，怎么可能是眼前这个满身油烟味的年轻人？小子，你知道咱唐氏集团的董事长是谁吗？在这儿瞎冒充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唐凯，怎么变哑巴了？刚才装逼的能耐呢？现在唐氏集团的徐总亲自站在这儿，他会没见过唐董？露馅了吧？识相的，赶紧跪下来给徐总磕头道歉，然后乖乖滚出去。徐总大人有大量，或许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唐凯，你耳朵聋了，听到没有？快跪下给徐总道歉！你自己不要脸，别在这恶心人。小凯，冒充什么不好，非要冒充人家唐氏集团的董事长，这下踢到铁板了吧？老头子，这可该怎么办啊？能咋办？难道就放任小凯出事不成？徐总，我是新月的父亲李公安，唐凯他年轻不懂事，一时糊涂冒犯了唐氏集团，您看能不能给我这把老骨头一个面子，饶了唐凯这次？笑话，放过他？他刚才大言不惭的那个狠劲儿呢？唐氏集团董事长是人就能随便冒充的吗？徐总，您可千万不能开这个头，您要是放了这小子，这事儿要是唐董知道了，铁定会饶不了您。对呀，上头可是发了话，今天唐董会亲临现场，说不定此刻就躲在暗处观察。这事我要是处理不好，投资总监的位子怕是真保不住了。给你个面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的面子值几个钱？听到没，唐凯，还不赶紧跪下道歉？难道非要我们帮你吗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小凯，不准动我爸爸！小念，退后，爸爸来。徐文强，你入职唐氏集团3年零4个月，从投资经理升到投资总监。你的任命书，你经手的每一笔投资，包括你对新月集团的投资评估报告，都是谁签的字？你怎么知道这些？小徐，你到哪里了？陈总，我已经到敲钟仪式现场了。按照您的吩咐，给新月集团的100亿注资的合同也拿过来了。4年100亿，合同拿来了，这下谁也拦不住我们上市了。废物，唐氏集团盖了公章的100亿合同就在那儿，你不是说要撤回吗？你撤啊！刚接到通知，注资新月集团的程序暂停，合同撤回。徐总，这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不都谈好了的吗？100亿的合同说好在咱们新月集团上市现场签订的，怎么能说变就变了？我哪里知道，公司上层的意思是你能揣度的吗？你有这心思来问我，倒不如好好动动你的脑子想想，你这几天有没有做错什么事儿？得罪了什么不该得罪的人？做错什么事？得罪什么人？徐总，
麻烦您再给陈总打个电话，一定是搞错了。这投资意向可是唐董亲自拍板定的，怎么能说撤就撤了？是啊，徐总，你也知道，新月集团可是唐董亲自点名投资的项目，这撤回100亿的投资合同，他老人家知道吗？别是底下人擅作主张吧？没错，我这就给唐总打电话。找吧，找出来也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新月集团和唐董的关系硬不硬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什么？唐总就在现场？唐凯，你竟然将新月通讯录里的唐总的电话改成你的，你真够可以的。没错，对，肯定是这样。唐凯，你什么时候改我通讯录的？是不是趁我睡着的时候？呵呵，我就说嘛，你怎么可能是唐董？你在我家洗了10年衣服，做了10年饭，唐氏集团的董事长会来我家入赘？没错，哪有董事长给人当10年赘婿的？这唐凯也太不要脸了，偷看老婆手机设置铃声，这么下作手段都使得出来。徐总，您看，他就是个惯头。我建议立刻报警，让警察来查他。以前只听说唐董德高望重，杀伐果断，眼前这小子杀伐果断倒是挺像唐董的，但这德高望重，你俩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徐文强，你说你带了注资合同过来？是的。合同上需要谁签字？需要唐董亲笔签名。你看看这支笔，编号001，唐董的签字笔只此一支，绝不外借。哟，还掏出笔来了，唐凯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给我们签个欠条，还是想学认罪签字画章？就是，一支破笔能值几个钱？唐凯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么跪下来给徐总道歉，承认你冒充唐董招摇撞骗，要么我让保安把你轰出去。到时候你可就不是丢脸那么简单了。唐凯，你听见没有？跪下道歉！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别在这儿给新月集团添乱。你知道你这一闹，公司市值要蒸发多少吗？就是，拿支笔出来能说明什么？我包里也有笔。唐凯真是疯了，越演越像那么回事儿。赶紧跪下道歉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道歉！老头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小凯他……徐总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这种骗子就该闭嘴！你他妈懂什么？徐总，您这是……我虽然从未见过唐董，但我知道这支笔编号001，是唐董的专用签字笔，只此一支，从不外借。你们知道这支笔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，就是唐氏集团真正的董事长。完了！我刚才都放了什么狗屁，这下全完了。小凯是千亿集团的董事长，这怎么可能？爸爸，
那个叔叔为什么突然那么大声呀？因为他终于想明白了。唐董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该死，我刚才脑子进水了，求唐董饶了我这次。你们两个狗男女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让唐董给你们下跪！你们知不知道唐氏集团市值几千亿？你们那个破新月集团在唐氏面前连根毛都算不上。还有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在这儿对唐岛吆五喝六，还大夏首富，你也配？等等，徐总，我敬重您，但您这结论是不是下得太草率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一支笔能证明什么？就算这支笔是编号001，是唐董专属又怎么样？笔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徐总，您就凭一支笔就断定他是唐氏集团董事长，这也太儿戏了。万一这支笔就是他从唐董那里偷来的呢？对啊，一支笔确实说明不了什么，万一真是偷的呢？你们想想，唐氏集团是什么体量？1000亿帝国，董事长会给人当10年上门女婿，会天天围着灶台转，我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劲。是啊，对啊，没错，这支笔一定是他偷的。徐总，您是不知道，这唐凯就是一个没用的赘婿，他怎么可能是唐氏集团董事长？徐总，您刚才也说了，您从来没见过唐董，那您凭什么断定他就是？万一真正的唐董正在来的路上，看到您给一个神算下跪，您这总监的位置还保得住吗？是啊，万一呢？唐先生，您还有别的证据吗？说你女儿没偷镯子吗？那好啊，你拿出证据来。是啊，李总虽然对女儿不好，但也不至于诬陷自己女儿偷东西吧？这唐凯要是有证据，早就拿出来了，怎么一直不吭声？我看他是死鸭子嘴硬。爸爸，我没有偷，我真的没有偷。怎么，没话说了？拿不出证据了？唐凯，你要是识相一……唐凯，你他妈敢打我！敢诬陷我女儿，打的就是你！唐凯，你还像话吗？你竟然敢打思年，你知道思年是谁吗？我管他是谁，欺负我女儿的人，我都打。李新月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也觉得小念手里的银镯子是她偷的？不是偷的。难道还是珠儿送给他的？唐凯，郑珠儿才5岁，他会撒谎吗？他说李念偷了镯子，那就是偷了。妈妈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偷镯子。偷就是偷了，有什么不好承认的？小念，爸爸问你，那个镯子是谁给你的？是妈妈给的，早上妈妈亲手给我戴上的。李新月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镯子是不是你给小念的？不是，我从来没有给过他镯子，那是我送给珠儿的。好，很好。那大家就好好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是妈妈给你补的生日礼物。哇，谢谢妈妈。喂，思年，好，我马上到。新月，李新月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小念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给她一个赠品当生日礼物也就算了，你还当众诬陷她偷东西，你还是人吗？爸，我别叫我爸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老头子，
别说了。郑思年，你刚才说有其女必有其父，女儿是小偷，爸爸也是小偷。李新月，你刚才说偷就是偷了，有什么不好承认的？那你们告诉我，一个妈妈亲手给女儿戴上的镯子，怎么就变成了偷？你说你送给郑珠儿的，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送给郑珠儿的镯子会出现在你亲生女儿的手腕上？为什么你送自己亲生女儿的生日礼物是一个赠品，而你情夫女儿的项链却价值300万？天哪！李总竟然给自己女儿一个赠品当生日礼物，给别人家的女儿300万的项链，自家女儿就给个赠品，还当众诬陷她偷，这什么妈呀？等等，你们刚才听仔细没？唐凯说郑珠儿是李总情夫的女儿，那情夫是……唐凯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李总的情夫，说我和李总有一腿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各位，他拿不出任何证据，就敢当众说我是李总的情夫，这是什么行为？这是诽谤，是造谣，是当众侮辱我和李总的人格。唐凯，你要是识相，立刻跪下给我和李总好好道歉，否则我要把你告上法庭。对，唐凯，你凭什么说我和思年有关系？证据呢？各位评评理。我知道他恨我，觉得我对不起他，但他拿不出一张照片，拿不出一条聊天记录，凭什么这样羞辱我？夫妻吵架为什么要用这种下作的手段？是啊，唐凯确实没拿出证据。万一人家真只是普通朋友呢？这绿帽子扣的也太狠了。爸妈，你们帮我说句话呀！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难道你们也相信我是那种人吗？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唐凯的事啊！老头子，新月她毕竟是咱们的亲生女儿啊！小凯，我知道新月对不起你，我知道她亏欠你太多，但是你说她和思年有那种关系，你有证据吗？如果没有，你能不能看在我和你妈的面子上，不要再说了？小凯，新月她虽然不对，但她毕竟是小念的妈妈，你这样当众说她，让小念以后怎么做人？爸爸妈妈为什么跪在地上？她是不是做错事了？唐凯，听到了吗？连你岳父岳母都不相信你，你还在这演什么？拿不出证据就给我跪下道歉！唐凯，你聋了吗？我让你……妈妈。妈妈，我怕，妈妈抱我，我害怕。新月，他刚才叫你什么？李新月，你不是跟我要证据吗？这个孩子就是你出轨的铁证。她叫你妈妈，你告诉我，她的父亲是谁？是不是他？太不要脸了！天哪，郑珠儿叫李总妈妈，她真是李总的私生女。太不要脸了！自己出轨和别人生了孩子，还当众诬陷亲生女儿偷东西，这是什么恶毒的女人？怪不得她对李念那么狠，原来心思全在情夫和私生女身上。李新月，你真的……珠儿，胡说什么？谁让你乱叫的？妈妈，我要妈妈，爸爸救我！对，珠儿就是我女儿，那又怎样？承认了，他居然承认了！真不要脸，当着老公的面承认私生女。唐凯，你以为让珠儿喊我一声妈妈就能打倒我了？我告诉你，珠儿就是我女儿，但我和思年是清白的。啊？郑珠儿叫她妈妈，她承认了，但
又说和郑思年是清白的，这什么逻辑？孩子都生了还清白？各位，珠儿是我的女儿没错，但这能证明什么？能证明我和思年有不正当关系吗？珠儿是我的干女儿，我是珠儿的干妈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各位都是做生意的，认个干闺女、干儿子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？我把珠儿当亲生女儿疼爱，珠儿叫我一声妈妈有什么问题？这也叫出轨的证据？唐凯，你拿这个说事，未免也太可笑了。对，没错，李总是珠儿的干妈。珠儿，告诉叔叔阿姨们，李总是你的什么人？干妈是珠儿的干妈。幸好当初留了一手，那时候让珠儿当着外人要喊新月干妈，不然这关真过不了了。听到了吗？孩子都说了是干妈。唐凯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拿一个5岁孩子的话当证据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认干女儿，这个确实说得通。对啊，我女儿也认了个干妈，平时也叫妈妈的。各位，我认个干女儿有什么错？我疼爱干女儿有什么错？可他唐凯呢？他拿一个5岁孩子的话就当众污蔑我出轨，污蔑我和思年有私情，这是什么行为？这是诽谤，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！我一个女人，辛辛苦苦打拼10年把公司做上市，结果自己的丈夫不仅不感恩，还当众这样羞辱我。我李新月，命怎么这么苦啊？是啊，拿不出任何证据就敢当众说李总出轨，这是恶意诽谤，必须负法律责任。唐凯，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立刻给李总跪下道歉，承认你是在胡说八道，否则……既然你俩一心求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妈，你先带小念去休息室，接下来的事不适合他在场。小凯，有什么是孩子不能看的？小凯让你去你就去，别婆婆妈妈。小念乖，跟奶奶去休息室吃好吃的。小念，爸爸要和妈妈谈一些大人的事，你去在休息室等爸爸，好吗？哟，唐凯，你这是演的哪出啊？把孩子支走是怕他看到自己的窝囊废爸爸有多丢人吗？还接下来的事不适合他看，你是要当众表演跳楼啊？唐凯，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，有证据你拿出来啊！有什么不能让孩子看的？我看你根本就是没证据，故意给自己找台阶下。对对对，大家看明白了吧？他这是要跑路，先把孩子送走，自己再找借口开溜。我告诉你，唐凯，今天你休想走。你们想知道为什么不让小念在场吗？不就是怕丢人吗？因为接下来我要给你们看的是一个母亲出轨6年，生下私生女，背叛婚姻的全部证据。这些肮脏的东西不是一个8岁小孩该看的。李新月，你可以不要脸，但我的女儿不能因为你留下心理阴影。李新月、郑思年，你们不是要证据吗？那我就给你们。哦！天哪！出生证明，珠儿真的是李总的亲生女儿。6年，出轨6年，还生了孩子，这也太不要脸了！你们看那段聊天记录，李念发烧住院那晚，他居然在陪私生女切蛋糕过生日，这还是人吗？畜生都不如！唐凯对他那么好，他居然这样对他！还有财务转账记录，他竟然暗中转移了公司股份和巨额资金给郑思年，这是职务侵占，是犯罪啊！李新月，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寡廉鲜耻的东西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？李新月，这些证据够不够定你一个婚内出轨？啊！6年，你背叛了我6年！
我在家做饭、洗衣服、带孩子的时候，你在跟他说那个废物还在家等着。我女儿发着高烧，哭着喊妈妈的时候，你在跟她说明天一早就来。我女儿生日在家等着你回来的时候，你却和别的男人鬼混。李新月，你告诉我，你把我当什么？你把我们的女儿当什么？你把这段婚姻当什么？10年，我用10年时间，把一个小作坊做成了准上市公司。你从一个普通女人捧成了身价数十亿的总裁，而你用10年时间教会了我一件事：有些人不值得。没错，我是出了轨又怎么样？但还不是因为他。如果10年前不是因为你嫌弃思年家穷，我早就嫁给思年了。我早就嫁给思年了，这时候还会有这事儿吗？还有你，明知道我有喜欢的人了，你却还要逼着我和你结婚。我这么做根本就不是出轨，只是为了找回自己的真爱。我为了真爱，有错吗？我为了真爱，有错吗？他说什么出轨还有理了？真爱，背着丈夫跟情妇生了孩子，这也配叫真爱？这什么三观？唐凯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不是挺能说的？证据你都拿出来了，好，我认了。但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低头？我告诉你，做梦！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嫁给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早就和思年在一起了，珠儿也不会背上私生女的骂名。是你毁了我和珠儿。够了！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我说的是事实，爸，当初你为什么不同意我和思年？不就是嫌他家穷，没有唐凯有钱吗？你现在看到了，就算唐凯有钱又怎么样？他不幸福，我也不幸福。你还有脸说这话？你看看那些还在滚动的照片，你看看！唐凯这10年是怎么对你的？他给你钱创业，给你人脉支持，给你一个完整的家。你在外面跟野男人鬼混，他在家给你带孩子。你给40女买300万的项链，他给你亲生女儿定制母女项链当生日礼物。你摸摸自己的良心，你还有良心吗？那是他自愿的，我又没求他。10年的付出，10年的隐忍，10年的守护，换来的竟是一句我没求他，终究还是错付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我说的是事实，我没求他，是他自己愿意的。他愿意当赘婿，愿意给我花钱，愿意在家带孩子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一个个都来指责我，我有什么错？我追求自己的幸福有错吗？唐凯愿意当冤大头，那是他蠢，不是我逼他的。天哪，这什么话？唐凯对他那么好，他说人家蠢，这还是人吗？简直畜生都不如！唐凯，你不是要审判我吗？来啊，你还有什么招，尽管使出来。我李新月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，你拿我没办法。对，你们拿我们没办法。新月集团是新月一手做起来的，不管你怎么说怎么闹，新月集团上市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等上市了，我们照样能拿到投资。唐凯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错了。新月集团的股东都站在我们这边，你一个赘婿能翻出什么浪来？新月集团敲钟仪式马上开始，请各位准备。看吧看吧，你闹啊，
你闹了这么久，还是改变不了什么。只要钟声一响，新月集团就上市了，我们家新月照样是上市集团的老板。你呢，算什么？一个无能狂怒的废物吗？新月集团上不了市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新月集团今天上不了市。唐凯，你是不是被绿叔幻觉了？你说上不了市就上不了市，你以为你是谁？证监会是你家开的，还是交易所是你家开的？唐凯，就算你是唐董有钱有权，但上市不是你有钱就能阻止的。何况凭一支破钢笔就敢冒充千亿首富，你做梦！新月集团早就通过了所有审核，上市批文已经下来了，敲钟仪式就在今天。你凭什么说上不了市？是啊，批文都下来了，他拿什么阻止？就算真是唐董，也不能一手治天吧？唐凯，我劝你清醒点，我出轨那是我的私事，跟公司上市有什么关系？证监会管天管地，还管人家夫妻感情？你信不信？等敲钟仪式一结束，我的身价至少翻3倍，到时候我还是高高在上的总裁，而你依旧是被我戴了绿帽子的废物。李新月，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又怎样？没说完又怎样？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时间差不多了。什么时间？那是证监会的王主任。证监会的人怎么突然来了？难道唐凯说的是真的？李新月女士是吧？我是证监会发行监管部的王建国。我们接到10名举报，反映新月集团在 IPO 过程中存在重大信息路违规、财务造假以及实际控制人涉嫌职务侵占等问题。根据证券法之相关规定，暂缓新月集团的上市进程，并立刻启动调查程序。李新月，请你立刻配合我们的调查。另外，我们收到举报材料显示，新月集团的财务数据存在多处疑点。如果查实，不仅上市会终止，相关责任人还将承担法律责任。各位，我宣布罢免李新月总裁之位，即刻生效。不可能，你没有这个权利。新月集团的股份是新月的，你一个在家洗了10年衣服的窝囊赘婿，凭什么罢免他？对，想要罢免我，根据工商章程，得征求新月集团所有的股东同意。唐凯，你可别忘了，这新月集团的股东都是我亲自拉来入伙的，你觉得他们会同意罢免我？就是，新月集团的股东都是新月亲自请来的老朋友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他们会听你一个吃软饭的。张总，您说句话呀。当年您投资新月集团的时候，是我亲自去您办公室谈了3次，您还记得吗？刘总，您也是。当年您说看好新月集团的发展前景，您还说要陪我一起把公司做上市，您不会忘了吧？王总、李总、赵总，你们倒是说句话呀！刚才不还一口一个李总叫的亲热吗？小念说想爸爸了。爸爸奶奶说妈妈做错事了，妈妈是不是不乖？新月，妈最后问你一句，你知错了吗？我没有错。我们没有这个女儿。各位，我要罢免李新月总裁之位，现在谁赞成，谁反对？我有话要说。新月，当年你找我融资的那份商业计划书是谁写的？那是我自己。你自己？那我再问你，你创业的第一笔启动资金是哪里来的？各位，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。10年前，李新月找我融资，拿着一份堪称完美的商业计划书，还有一笔来历不明的500万启动资金。我一直以为是他自己有本事，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那份计划书是唐董的人写的，那500万是唐董出的。新月集团从第1天起就不是李新月的公司。你胡说！你够了！李新月，新月集团不能交给一个道德败坏、涉嫌犯罪的人。我赞成罢免李新月。没错，我也赞成。爸
慢着，我还有话要说。各位，我理解大家的心情，但是唐先生，您说您是唐氏集团董事长，您拿出了钢笔，徐总监也确认了，但恕我直言，这些都只是间接证据。我们这些股东投的是真金白银，罢免总裁这么大的事儿，总不能凭一支笔、一个投资免金的几句话就定了吧？万一这里头有什么误会呢？是啊，倒是忘了这一茬了。万一唐凯不是唐氏集团董事长呢？那要是罢免了李新月总裁之位，岂不是要罪真的唐董了？这谁担待得起啊？对，孙总说的对，唐凯，你有什么直接证据证明你是唐氏集团董事长？没错，你说你是唐氏集团董事长，那你让唐氏集团的总裁出来给你作证啊！你唐氏集团总裁到，唐氏集团总裁陈明远到。您来了，陈总，您终于来了。李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李总，你这排场很大呀！刚才是谁在叫嚣，让我这个唐氏集团总裁作证的？是你吗？陈总，我刚才声音太大，吵到您了，真不好意思。但都怪他，是他冒充咱唐氏集团董事长，我也是出于维护咱唐氏集团的利益才大声说话的。哼，咱唐氏集团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说咱唐氏集团？唐董，我来晚了。不可能，陈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怎么可能是唐氏集团的董事长？他是我老公，他在我家洗了10年衣服，做了10年饭，他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，他怎么可能是高高在上的唐董？对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陈总，你一定是被他骗了，他肯定是用什么下道手段威胁你了，对不对？你告诉我，是不是他威胁你的？你们再看看他，他哪一点像唐氏集团的董事长？唐氏集团是千亿帝国，董事长会给人当上门女婿，会被人骂废物都不敢还口。够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在这儿质疑我唐氏集团的董事长？各位，我陈明远，唐氏集团总裁，以唐氏集团的名义郑重宣布，他就是我们唐氏集团的董事长，谁敢质疑？唐董，明远来晚了，请治罪。各位股东，现在罢免李新月，你们谁赞成，谁反对？我赞成罢免，我也赞成，赞成。我也赞成。新月，我今年70岁了，我投了你10年，把你当亲闺女看，但今天我要说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不是因为你没能力，而是因为你没良心。唐董对你那么好，你不知道感恩；小念那么乖，你不知道珍惜。你把所有人的真心都踩在脚下。新月，你不配当这个总裁，你不配当小念的妈妈，你甚至不配当一个人。唐凯，我错了，我们夫妻啊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原谅我吧，求你了。唐凯，求你了，看在10年夫妻的份上，看在小念的份上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帮我说句话，你帮我求求唐凯，求你了吧！妈，我是你女儿啊，你怀胎10月生下来的亲骨肉啊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求你了，你帮帮我！
新月，你刚才说你没求他，你说唐凯愿意当冤大头是他蠢，你说你追求真爱没有错，你说新月，你到现在真的知道自己错了吗？我知错了，我真的知错了，妈，你帮帮我。晚了，新月，你妈我活了快50年，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不要自己的女儿，但是今天我没有你这个女儿了。爸，你帮我说句话，妈不要我了，你不能不要我吧？爸，我求你了，你帮帮我。新月，各位股东，既然都赞成，我正式宣布罢免李新月的新月集团总裁之位。散会。活该！真不要脸，畜生不如！走，走吧，别在这儿丢人了。新月，你忘记了，我们挪走了2000万到私人账户，就算没有公司了，又能怎样？这2000万够我们卷土重来了。走，去哪里？我什么都没有，公司没了，钱没了，爸妈没了，丈夫没了，女儿也没了，都是你，都是你害的！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是你毁了我！疯婆子，你不走，我走！郑思年，你站住！你不能走，你不能丢下我！站住！唐凯，我承认你赢了，但你为什么要拦我？你也没资格拦我，我既不是唐氏集团的员工，也不是新月集团的员工。你凭什么拦我？怎么，你是唐氏集团的董事长，就能随便限制人身自由了？我告诉你，这是犯法的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抓你？你说错了，就算你不是我公司的员工，我一样能拦你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的事儿可多了，不过你的事容后再处理。
离婚协议？唐凯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是我李家的赘婿，你竟然想跟我离婚！李新月，这10年，我给了你我能给的一切。今天，这份协议，是我给你最后的体面。体面？你当着几百号人的面让我身败名裂，你现在跟我说体面？唐凯，你太狠了，你就是个魔鬼！我不签，我死也不签！唐凯，我们是夫妻，10年的夫妻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你原谅我这一次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了！你知道错了，那你告诉我，你错在哪里？我不该出轨，不该和思念，不该。就这些？我不该对小念不好。那个废物，他算什么东西？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，我早就让他滚蛋。等公司上市，我一句话就能让他净身出户，带着他那宝贝女儿滚出李家。李新月，你说的每一个字，我都记得。你说的废物，你说的滚蛋，你说的净身出户，现在我把它还给你，签字。我要让你净身出户。爸，你们帮我说句话啊！我不能离婚，我不能净身出户。如果净身出户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新月，新月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不是唐凯要毁了你，是你自己毁了你自己。这10年，唐凯是怎么对你的？你又是怎么对他的？你摸着良心说，你对得起他吗？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机会？唐凯给过你多少次机会？你自己数数。小念3岁发高烧那次你不在，小念5岁幼儿园汇演那次你不在，小念8岁生日那天你还是不在。新月，你错过了多少次机会？你自己说。我帮不了你，你造的孽你自己还。是他勾引我的，是他 PUA 我的，是他让我这么做的。唐凯，你要怪就怪他，都是他的错。李新月，你说什么？是你先找我的，是你说的。你说那个废物配不上你，是你主动的，你忘了？你放屁！是你3番5次的找我，是你说我值得更好的，是你毁了我。我毁了你，李新月，你摸着良心说，这6年是谁给你出谋划策？是谁帮你在公司安插人手？是谁帮你转移资产的？是
是我，都是我在帮你。你现在想把我推出去当替罪羊，做梦！你闭嘴！这4年你不是人，你利用我，你骗我，你毁了我的一切。我利用你，你搞清楚，是你先找我的，是你说要和我在一起，等公司上市就甩了那个废物。现在出了事，你想让我一个人扛，门儿都没有！天哪，这两人真是太恶心了。刚才还信誓旦旦说真爱，现在就互相甩锅了。狗咬狗，一嘴毛，活该。爸爸，妈妈怎么了？她为什么哭呀？小念，爸爸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以后妈妈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了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会，但是爸爸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爸爸不哭我就不哭。好，爸爸不哭。爸爸答应你，以后再也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李新月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签不签？新月，我们有女儿了。妈妈，这是给你补的生日礼物。哇，谢谢妈妈。小念，妈妈对不起你。唐凯，你就这么恨我？我不恨你，我只是不爱你。这10年，我用尽全力去爱你，但你不值得。李新月，签字吧，这是你欠我的，也是你欠小念的。他的事儿处理好了，现在该你了。唐凯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无权处置我，我不是你公司的员工，你没资格。是吗？郑思年，32岁，毕业于江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。 5年前，你以创业失败为由接近李新月，实际上，你当时名下早就注册了一家公司，叫猪年科技，注册资本50万，法人代表是你母亲刘桂兰的名字。这家公司从注册第一天起就没有过任何实际业务，但它有一笔流水。5年前，新月集团第一笔技术咨询费50万元打入了这家公司的账户，而当天，这笔钱就被转入了你的个人账户。你利用李新月对你的信任，以外包合作为名，伙同他通过虚报项目支出、伪造采购合同、虚构技术咨询等方式，5年时间累计转移新月集团资金2347万元，全部流入你控制的离岸账户。天哪，2300万！这哪是出轨，这根本就是犯罪啊！5年2000多万，平均1年将近500万。你血口喷人，这些都是正常业务往来，我有合同，有发票，你凭什么污蔑我？合同？你说的是这些？看看这些技术合作协议、咨询服务合同，每一份的甲方都是新月集团，乙方都是猪年科技或另外3家空壳公司。这些合同上的公章是李新月私自盖的，而乙方公司的法人代表分别是你母亲、你舅舅和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刘伟。郑思年，你把他们拉出来垫背，你真不怕我把他们全都送进大牢？还有，唐凯，你有完没完？自然是没完。你以为把资金拆成几十笔小额转账，
通过4个不同国家的账户洗一遍，就查不出来了。你看，这个尾号7703的账户，开户人是 Tom Brooks， 实际控制人郑思年，账户余额至今还剩1800余万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你还利用职务之便，注意，你在新月集团的职务是战略发展部顾问，虽然是李新月私设的虚职，但你确实接触到了新月集团的核心技术资料。你将新月集团3项核心技术的商业机密，以技术合作的名义泄露给竞争对手恒盛集团。左边是新月集团的专利文件，右边是恒盛集团后来申请的技术专利，相似度高达85%以上，获利800万元。这笔钱通过郑珠儿名下的教育基金账户接收，一个5岁孩子的教育基金，一次性存入300万欧元。郑思年，你女儿是打算从幼儿园就开始读博吗？商业间谍，这是彻头彻尾的商业间谍。5年捞了2300万，还卖商业机密，这得判多少年？至少10年以上，数罪并罚，这辈子都别想出来了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郑思年，你完蛋了。唐凯，你陷害我，这些都是你伪造的！你恨我抢了新月，你报复我，你金针大队，李新月、郑思年，我们是市局金针支队，接到唐氏集团报案，你们涉嫌职务侵占、挪用资金、侵犯商业秘密，这是拘留证，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完了，全完了！不要！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唐董，感谢您提供的证据材料，材料非常详实，我们会依法处理。辛苦你们了。所有转账记录、合同文件、聊天记录，我已经让助理整理成电子版和纸质版，稍后移交。带走。李新月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的下场，这就是你的下场！你为了爱甩了唐凯，为了钱跟我在一起，现在呢？你什么没了？你什么都没了！你的公司、你的钱、你的爸妈、你的女儿，全都没了！珠儿呢？珠儿呢？珠儿呢？珠儿，爸爸对不起你。爸爸，带走。爸爸，对不起你。
想坐牢！李新月，你个贱人，都是你害了我！唐凯，你还恨我吗？不恨，我只是不认识。被告人郑思年犯职务侵占罪、侵犯商业秘密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并处罚金500万元。被告人李新月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。小念，在学校要乖乖听话，放学爷爷来接你。知道啦，爷爷再见。小凯，吃口热乎的再去公司吧。你现在可是唐氏集团的主心骨。好的妈，正式进入辛苦你了。清算城市，唐氏集团全面接管其优质业务。这10年，我以为我在守护一个人、一个家，到头来发现，我守护的从来不是李新月，不是李家，不是新月集团，我守护的是身边这个叫我爸爸的小女孩。李新月，此后余生，你我陌路，不是恨，是放过，放过你，也放过我自己。